史上最强的忍者之王再度苏醒，转头就碰到了奇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本期我们接着来讲《一拳超人》原作版的故事。上期说到，曾被爆破所伤、沉睡至今的忍者之王苏醒了，第一时间便召集了忍者之村历代杰出毕业生，对覆灭了忍村的罪魁祸首闪光的 Flash 以及不听话的小贝索尼克发动了围剿。就在两人合力对抗历代忍界前辈时，忍者之王本尊正在索尼克的住处静待着部下归来。但巧了的是，奇遇也正好有事儿来找索尼克。这些忍村历代的前辈们单拎出来都是一方强者，此刻更是组成了战线，压制着 Flash， 不给他任何还手的机会。就在 Flash 正思索着该如何瓦解时，身后索尼克的石隐藏越过了他，杀了过去。喂，这样太轻率了。那些忍者们和 Flash 的想法一样，这个小鬼还是太嫩了，这样冲上来不就是找死吗？果然，下一秒索尼克就被揍飞了。都跟你说了，太轻率了，用分尸扰乱敌人确实有效，但不适合用来对付这么多人。你退下吧，这里我一个人就足够了。倒飞出去的索尼克撞在树干上才停了下来，嘴角挂着血迹，脸色也颇为狼狈，但下一刻就扔给了 Flash 一柄刀。哦，我已经看出来这些年你是怎么活过来的。这家伙就不会闭嘴把肝气放在心里吗？干脆趁乱在背后捅他一刀。原来索尼克刚才并不是无脑冲锋，而是趁机夺了2把刀过来。接着他眼神一致，又发动了石隐藏。就在 Flash 不明所以为什么还用这招，敌人一瞥也笑着表示这招他们已经看穿了时，只见索尼克动作未停，唰的一声形成了更多的分身，数量是刚才的好几倍，但每道人影都模糊不清。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时，已经被无数的残影席卷而过，但啥事也没发生。原来索尼克是想模仿奇遇的反复横跳，像那家伙一样将人掀飞，但结果他就只能做到在人群中穿过去而已，一点伤害都没有。人群里正有人嘲讽着，看起来花里胡哨，结果连一个人都没打倒，真是太……话一未落就倒在了 Flash 脚下，还是18个。索尼克调侃他，可多亏了他吸引敌人注意， Flash 却根本不以为然，这种无聊的事他已经不想再和索尼克争论了。虽然嘴上调侃，但索尼克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这个男人眼里有着毫无杂念的杀意，一切行为都为了达到目的。从前他便很讨厌 Flash 这种机械般的意志，但无可置疑的是，他拥有着恐怖的实力。这时真切的忍者们又发起了进攻，如果仅仅是这样， Flash 一人的确足以应对，但他能感受到身后的那些高手们正在蠢蠢欲动，看来接下来就只能顶着被斩中的风险，将这些人全部消灭了。那一半就交给你了。正这么想着，索尼克就接过了他的后背。此刻的两人背靠着背，不再说些废话，就仿佛回到了曾经在忍村训练时的日子。面对着向他们袭来的敌人们，都放心的将后背交给了对方。一场几乎代表着整个人界最高规格的大混战正式打响。刚一开始 ，Flash 的身影就一分为二，躲开了袭来的攻击，被索尼克吐槽到：“别抄袭他的招呀！”嘴上这么说着，但一记高防闪光腿就踢了出去。Flash 突然意识到，想要更容易掌握要领，果然还得是搭档训练才行啊！居然当时是修行，看你还能坚持多久！话音刚落，那人就被揍成了肉饼，接着被2刀砍死。众人渐渐发现，这2人背靠着背，动作是越来越快，就好像从很久以前就进行过组合练习一样。两人的周围形成了一道严密的防护网，任由外面人怎么攻击都难以攻破。这时，那明显和别的忍者风格不一样的肌肉男站了出来，准备用铁拳来强行拨开两人的防御。他的攻击目标是索尼克，这一下要是用刀接住的话，肯定会断掉；但回避的话，身后的 Flash 又将中招。索尼克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者，被一击击碎了武器。接着惯性，他踩在 Flash 背上说道：“借用后背一下。”下一秒就一拳砍掉了肌肉男。而 Flash 一边根本就毫无压力，似乎是因为前不久和奇遇打过一场，这一对比起来，感觉这些村里人动作都太慢了。战斗进行到这里，就已经注定了结局。Flash 刀刀致命，索尼克手里剑也毫不落下风。这场人界围剿任务在他俩合力之下被全盘击溃。索尼克，我有件事没和你说。那天我给你下了毒，我想也是，我也有件事没告诉你。我猜你肯定会受打击，其实我一直都装在吊车尾，才和你一个班的。哦，我也是装的。本想着终于可以装个逼了，结果还是被 Flash 说回去了，要不然还是在这儿一决胜负吧。小树林的混战终于结束了，而此刻在索尼克的住处，刚苏醒不久的忍者之王那位大人正静待着部下归来。说到忍者之王，还生存一口气的一名忍者前辈，就不得不提醒索尼克两人，就算他们这一届实力完美到令人恐怖，但对那位大人来说根本就不够看。作为史上最强忍者的那位大人，曾站在暗杀界的顶点，统治着整个地下世界，在其手上逝去的生命高达6位数，毫无人性可言。事实上，的确有传闻说那位大人根本就不是人类，据说曾调查过他的人都在第2天下落不明，但他们仍旧知道一件事，那位大人至少活了将近300年，身体的各个部位颜色都不一样，心跳数也不止1个。倘若暗杀目标里有年轻力壮的男子，便会当场夺走其肝脏，抽干其鲜血，再扬长而去。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人类所为。完全没问题，反正最近我已经习惯和非人之物战斗了。
话还没说完，那位大人的强大，即便是他们忍村所有人合力都难以匹敌，每秒能生产20到30个传说中的人数，只需要1秒就能收拾你俩。说到这儿，索尼克就接受不了了，表示你就吹牛吧，那家伙不是曾败给过爆破吗？事实的确如此，那人也没再说什么，让他们去见了那位大人，就全都明白了，告诉了他们此刻的那位大人正在索尼克家里等着他们回去呢。索尼克有些烦了，3句不离那位大人有多牛，难道这就是忍者的末路吗？话已至此，那人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索尼克和 Flash 两人都是心高气傲之人，甭管那位忍者之王被说的有多牛，他们都打算前去会一会。走在回去的路上，索尼克将埋藏在心里多年的疑惑说了出来，询问 Flash 当初为何要选择毁灭村子，难道只是因为心里的正义吗？ Flash 回应道，村里的人都已经遭到洗脑，无药可救了，那个时候他能做到的便只有毁灭一切，之所以没有和索尼克商量，是因为怕和他的想法不一致，最后导致计划出问题。暂且不谈这个，索尼克又问道，那为何要选择成为职业英雄呢？到头来不过是改了头衔，却仍旧改变不了生存的方式。哦，看来你憎恨英雄的理由不只是因为我呀。从只言片语就能听出来，索尼克对英雄有着厌恶感，就和当初的饿狼一样。他解释道，其实在 Flash 屠村的那一天，还有一个人也出现了，爆破。在因为 Flash 的反叛，忍村战力崩溃的节骨眼，爆破出现了，对身为孤儿的他们毫不留情。唯一实力较强的索尼克逃出来后苟活着，剩下的人就算还活着，估计也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了。你是希望爆破拯救你的人生吗？索尼克当即便否认了，表示因为拥有强大的力量就一副了不起的样子，根本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气量。说到底，人类根本就配不上英雄这2个字。英雄协会所做的事和忍村的暗杀其实也没什么区别，只不过是举着正义的旗帜在演戏罢了。索尼克的看法多少受到了童年的影响，和饿狼一样都很偏执。就他而言，所碰到的英雄爆破、Flash、奇遇，他都看不惯，合作的机会也仅此一次而已。摆摊到这里，两人已经到达了目的地。索尼克让 Flash 赶紧收敛一下气息，但突然间 Flash 似乎察觉到了入口处似乎有什么东西。索尼克眉头一皱，难道是要和他们杠正面吗？不，那好像是……没错，在门口等着他们的正是奇遇。那位大人的下场可想而知。奇遇，你在这做什么？哦，我只是站在这等你，结果有个不知道啥东西就朝我冲了过来。是你们的朋友吗？啊，并不是。那就行了，来，给你们这个。虽然不太懂，但好像说是什么传说中的妖刀之类的，正好有2把呢。还有些什么卷轴，写着什么忍者的超必杀技之类的。此外还有一些手里剑。你这家伙该不会把那位大人扒了个精光吧？奇遇否认道，他只是遭到了袭击，没收了敌人的武器而已。说着便向 Flash 表示，上次折断他刀的掌可就一笔勾销了。简单交代完事儿后，奇遇便放弃了离开了。看得两人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既然奇遇都把那个什么大人解决了，他俩之间的小恩怨就不想再谈了。索尼克表示，奇遇才是他首要打败的目标，之后才轮到 Flash。是啊，奇遇是要成为我弟子的，等你打败了我的最强弟子，再来和我决斗吧。好了，继饿狼篇后的忍者之村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号称活了300年的最强 BOSS 忍者之王，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栽在了奇遇手上，连个出手的画面都没有，我都多少有些同情他。要是换做其他作品里，少说得是个传奇人物呢。下期预告：封印了上千年的灭世巨龙被集齐9颗龙珠给放出来了，但放得出来的人正是奇遇。到这里就是异学原作版第15篇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该系列的，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我。那么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